哎，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来大寮区。这次呢，我跟许先生为了要去看一些家具，所以我们决定到大寮区去寻找大寮美食。纯说假物件啦。没错，但是因为今天台风好像要来了，我们要趁台风还没有来之前，赶去假假，赶快回家避难。速战速决，速吃速决。希望店家都有开啦，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出发 ，Go Go！ 即刻早点10点10分到了现场，我以为已经够即刻了。我们买到的是最后一份蛋饼，连煎饺都是最后2颗。刚刚姐姐还跟我说，这一份不买，下一个学生买掉就没有了，没了。这样子，我们某种程度来讲也算很即刻了。不能这么即刻哎，姐姐，这件蛋饼是我在收店的时候，马上眼球立马被它吸睛。你看看这个蛋饼，它的蛋饼边边尖嘎安内恰恰，你知道它的纹路在图片上面看起来就像薯饼。我只能说这个蛋饼是绝对好吃的。哦，油胖啊！它是这样煎完之后直接叠起来，一份30块，其实不算是太便宜，因为你看它的分量大概就是半个蛋饼。30块还不算太便宜，你对于物价也太严苛了吧，兄弟？不是，因为你有发现吗？它里面就是只有蛋而已，它的蛋饼没有加料。不然蛋饼还要有什么？人家的蛋饼很多都会有夹什么烧肉啊，或肉松啊、起司啊。那个就是40、50块啊，那个合理啊。这个30块很正常吧？30块啦！我跟你说，我找这一家蛋饼的最大原因就是我要给那种喜欢粉浆蛋饼，但是又喜欢脆派的，就是我这一种。就是来他们家点这个蛋饼就没错。它那个边缘的脆度，我觉得非常的赞。我跟你说，我要先从边边吃，因为边边最爽。可是我觉得这个一定有，一定的啊，100%油。其实粉浆蛋饼有80%的粉浆蛋饼都会有，因为毕竟它都是有点油炸了，半煎炸的那个概念。你没有听到我筷子这样夹？跟你夹啦。哇，早上吃这个，我精气神都来了，你知道吗？油腻感也来咯。它边边吃下去是油胖，可是中间软嫩的跟果子一样，它像菜头粿。因为那个就是粉浆啊，它粉浆的主体还是在里面，只是它外表煎得很脆而已。然后中间，你们看它中间有多美。它中间是像这样子哦，夹了一层蛋液在中间，真的算漂亮哎，好像夹了一个起司在里面。没错，油香感立马冲上脑门，但是后面来的就是像菜头粿那种端的口感，哦，很好吃呢。我觉得这个粉浆蛋饼不输我们之前拍的蛋饼特辑里面的任何一家，但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真的油。我觉得他们家的粉浆蛋饼适合在现场吃，或者是你马上路程5分钟之内赶快吃的。对，这个冷掉你绝对会油到爆。继蛋饼之后，这一份煎饺也是这家店最后的2颗煎饺。我刚刚抢到这2颗，1颗4块钱的煎饺。我们刚刚一下车的时候就遇到粉丝，他说：“你淀粉小姐哦，现在蛋饼快卖完了，赶快哦。”那就走了。结果是最后一份，好爽哦！因为它的皮煎得很脆，所以非常的有口感，里面是清甜的高丽菜。我跟你讲，我喜欢这种稍微有厚度的煎饺。我跟你说，吃他们家的煎饺，很像你妈妈自己在家里包的那种高丽菜水饺。哦，那最赞，对，最喜欢那种。调味不会过咸，吃下去还有那个一点点碎屑的那个高丽菜，卡吱，很小。家里的口味就是这种妈妈做的口味，剩最后2颗真的很不爽哎。后面的人没有了，不好意思，拍摄。我觉得他们家对于这种面粉类的酥脆度都非常的要求，掌握的非常好，一定要酥，不酥不卖，不酥不卖。但如果来他们家给我选的话，2样的话，我一定还是选蛋饼，因为蛋饼太出色了。我应该都会点，因为它的煎饺是属于皮厚的那一种，然后又煎的脆脆的，内馅是高丽菜肉馅，所以我是蛮喜欢那种口味，算是我最喜欢的标准煎饺。我好爱蛋饼，蛋饼给推，都推。大
大寮下午茶，我要带大家来一间工业区附近的隐藏版大肠香肠。工业风的，这一间叫做老摊香肠。可是我跟你说，你用 Google 地图要打老摊香肠是找不到的。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地址的话，请看我们说明栏。这一间老摊香肠啊，上有名的就是这一碗。哇，那个咕拉巴真的有够多的。他刚刚在卡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我们没有要加大，他说没有，我们正常就是这个大小。这一碗50块，你看买，你看看。这是我看过最浮夸的咕拉巴。我跟你说，满的都是，天哪！它的咕拉巴不是你想象中的咕拉巴哦，每一个切起来，这个是咕拉巴吗？满满都是肉哎！必点这一碗真的是你来必点。这一集收音可能会有点糟糕。你们现在已经没办法看到我看到的画面，因为我现在看到的都是大车在那边咻咻咻。它的咕拉巴好嫩哦。这咕拉巴真的好吃哎，而且分量好多，这样才50块，浮夸，真的浮夸。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这边人需要体力。这一碗中午吃下去，再给我2批货没有问题。这碗汤的汤头超级浓郁，你会发现它是所有关东煮的精华全部煮在这一碗汤里面，而且它的关东煮也非常的丰富。它刚盖子一打开，哇，那里面东西实在有够多，只是我被制止了，我只被允许点了3样。它的萝卜超好吃的，因为它整个汤都吸进去，好险我有点萝卜。就跟你们说它的汤头很浓郁吧。除了刚刚那个关东煮之外啊，来他们家这个大肠香肠一煮，你也是要给它点起来啦。借我蘸一下，他们的烤法比较特别，他是先把大肠先切一半，然后把里面它也会烤了一下，然后再来把它切成类似半月形的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表皮是非常的焦酥的。然后它的烤法，因为它是对半切的，所以它整个4个面都烤得比较酥一点，所以它的嚼劲会比较扎实。尤其它的米粒是属于粒粒分明型的那一种，你看它的排列，你就知道它咬起来超有粗度，不是软软那种大肠哦。但是我觉得调味你要说重不会很重，还是要蘸酱吃啊。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它的关东煮大过于这一组大肠香肠，但大肠香肠也蛮好吃的，是来这边我还是会点的。香肠是有高粱酒味道的这种，所以如果你怕吃有酒味的香肠，你可能会没有那么喜欢，而且肥肉比较多一点点哦。但是这样60块，其实分量真的蛮多的。下午茶吃也是给亏啊。许先生刚刚意外看到的脆皮家族，我们买上车来吃喽。当然不能不夹这个许先生最爱的鸡翅吧？但是你没有夹我最爱的鸡排。哎呦，我想说尝鲜看看，因为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因为毕竟 Google 评论有点少。但是呢，先跟大家说，它保证是现炸的。在这种工业区路边旁边的一个脆皮炸鸡店，而且人潮络绎不绝，还有 Uber， 感觉就不会雷，是不是？感觉就不会雷，试试看看。好，我们这一只是20块，哦，是脆皮的呢。它的鸡翅啊，真的不会雷，因为其实咬起来肉感是非常有的，里面肉汁也很多，再加上外面这个卡兹的脆皮，现炸吃真的蛮好吃的。所以它这个在下午茶系列来讲的话，我觉得算是会有它的一席之地。没错，许先生厉害哦。开玩笑，我那个雷达打开我是关不掉了。除了鸡翅之外，我在脆皮家族还点了1份干梅地瓜。我每次到了炸物店就会想要点干梅地瓜。他把我的鸡排换成干梅地瓜。耶！我真的觉得我有点被美国轰炸机给宠坏了。我刚刚还跟许先生说，哈，这样1份50块有点贵我觉得你真的是假币不假币，给美国轰炸机那个算是做佛心的，它这个才是正常价格，而且它的分量非常多，你自己看一下。对，我刚刚一打开的时候想说，哦，给的不少哦，这个应该是大份的哦，而且跟刚刚鸡翅一样，你们听。脆皮家族真不愧叫脆皮家族它所有东西都是裹上它独家的那个脆脆的粉，尤其我刚刚有看到米血，它连米血都裹了那个薄薄的脆皮的粉哦。我觉得我来做个总结好了，脆皮家族它是一间，我觉得它在这个大寮区工业区里面，在炸皮方面非常用心的一间炸物店。虽然说口味上我觉得可能因人而异，然后加上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有一点点小油腻。
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蛮好吃的炸物店，而且价格 CP 值还蛮高的。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首选啊，因为这附近应该也没有什么可以跟它 PK 的炸物店了。不是，这附近连吃的都没有。所以大家如果有来工业区这个洽工或什么之类的话，可以过来吃吃看。旅游也可以啦。下午茶不能忘记水煎包这个品项吧？我今天来大寮选了一间非常特别的，叫面前脆皮水煎包。原来是这样。人家没有贴这个哎，你没被讲哎。这一间面前脆皮水煎包，我那时候一开始被迷惑的就是这一颗。你以为一般的水煎包是不是 ？No， 它叫甜点芋泥脆皮水煎包。芋泥，他们家的水煎包很棒，每一个屁股都煎到这么焦黄的，而且我一开始看到他们家的招牌，每一个都是写1份3颗多少钱，我超怕我一次要买3颗的，然后就偷偷问老板娘说，请问我可以买单颗吗？老板娘说当然可以呀，她人超好的，她说吃不下那么多的买单颗就好，只是单颗会比较贵一点点。不是说单颗比较贵，是说3颗有折扣啊。3路有比较便宜啦，他说便宜5块。我们来吃吃看芋泥的甜点。哦，里面全部都是芋泥朋友哎。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馅料怎么那么多？结果一咬下去，真的馅就是这么厚实。它里面的芋泥非常单纯，就是你把芋泥蒸熟，压成泥，里面还咬得到一颗一颗芋泥的 QQ 的感觉，是有芋泥块的，好好吃哦，好突兀，然后表皮又脆脆的，里面又松松软软的。如果你是芋泥控，我真的觉得来他们家，你芋泥给它点起来很好吃，原味不甜，很好吃。除了芋头之外，我在他们家还点了一个人气招牌，最奢华的那一颗海陆蟹黄鲜虾，这一颗要价45块。老板娘那时候在夹给我的时候，我问一下价钱，她说这颗45块啊，因为里面的料比较贵一点啦，她怕我嫌贵啊。高单价，然后你回她什么？我说我有的是钱。我没有，玩弄哦，大林，我真的没有这样讲哦。它这一颗一开始就吸了我的目光了，上面这个也太可爱、太漂亮了吧！哦，喷汁榨汁啦，兄弟！哦，天鹅啊！放送意外！好险，好险！我刚用徒手挡住了它。天鹅啊！放送意外！天啊，这是汤包吧？这是水煎包吗？这是汤包吧？什么意思？老板娘，危险呢！老板娘，这个你没有警示。后面炸开哎！天哪！吃的时候一定要吸一下。你吃的时候发出牛一般的声音呢。我先说，你看它炸出来的是什么？它炸出来的是虾子。哦，这只虾子弹出来了，各位。好扯！后面有虾子，对不对？你看前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它要45块了。哇，前面也有虾。它这个组成呢，里面有炒虾、扁鱼、芹菜，所以如果你怕吃芹菜的人呢，你可能会吃到一点点芹菜味。我家门前有小虾，后面也有小虾。这个真的不行哎，你们吃一定要小心，因为它里面真的很多汁。我刚刚咬到虾了，它的虾是新鲜的。我以为你咬到舌头，你刚刚看起来比较像咬到舌头。里面还有一点点米酒的体香，对，米酒蛮重的，有点像是我包的水饺，你还记得吗？我们水饺那一集，你还记得我包的那个水饺吗？这一颗如果是喜欢吃海鲜的朋友，我觉得你会蛮喜欢的。他们家的特色没有其他的，就是表皮都给你煎到脆脆的，皮薄馅非常的多。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香菇的，你应该不会爱，像我。我觉得好吃、哦，我给正。我觉得好吃、哦，微翘不错，真材实料。只是价位稍贵一点，但是真材实料哦。我们来了大发黄昏市场，这边根本就是一个小越南的，你知道吗？里面进来全部都是越南的摊位，尤其是在它下午市场后面这条巷子里面，所有做生意的基本上都是越南人。没错，
而且路上有非常多越南的什么炸春卷啊、越南料理啊，哩哩扣扣超多。我们刚刚就走到了最后面买了这一间法国面包，我们直接带上车去吃。来这边有一种1秒出国的感觉。对，我来了东南亚市场喽。大发下午黄昏市场的 Linda 法国面包。今天这个 Linda 法国面包，它应该算是里面唯一少数有地标的店家，是吧？我在 Google 上面找的时候，其实那边基本上所有的摊位都没有什么地标。你要找这间呢，你就把车停在它大发黄昏市场的外面，然后穿过市场之后，到后面那条巷子往左转走到底，就会看到它了。而且它的店面非常的大，有2个小姐姐专门在卖这个。他们店面呢，除了卖法国面包之外，还有卖越南麻包。其实要不是今天越南麻包卖完了，我还真的蛮想要买看看的。今天我们买了这个法国面包啊，70块。刚刚我们还偷问小姐姐说，你抹的那个酱是什么啊？是猪肝酱跟美乃滋。它里面就是像一般的法国面包一样，有各种的蔬菜，粤式火腿，然后再还加2片哦。对，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粤式烧肉，抹上他们特制的猪肝酱跟美乃滋。我觉得它的辣跟我之前在台中吃的小辣椒不太一样，它的辣比较台式。我刚刚浅尝一口，我自己是觉得它整个面包的酥度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它现烤。对，从外表看出来就知道这个面包绝对是酥的，而且是酥酥香香的。那内馅呢，因为蔬菜的量非常多，然后有它的那个洋葱的辣，然后也有它辣味酱的辣，然后还有肉味，然后还有一些蔬菜，我觉得整体来讲算是一个蛮均衡，然后清爽的面包。它是一个肉感很十足的法国面包，但是相对的，它的蔬菜的清爽度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可能没有咬到非常多那种腌萝卜的快感、酸感，少了一点点那种酸感，我就会觉得啊，这个法国面包少了一点冰凉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吃肉感的，他们家的法国面包你会喜欢，但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台中小辣椒的那一种酥爽，然后蔬菜的鲜甜味的话，他们家可能就会比较没有符合你那么大的期待。台中小辣椒还是我们目前心中的第一名。提到大寮，我们就不能不提这一间香菇肉羹。北港香菇肉羹。这一间真的是点杠5名，现在A杠5出名，你只要问大寮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一间店。这间是我们目前为止在大寮排队排最久的一间店，我们整整排了25分钟。我对于排队店我都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因为这一间真的隐身在大寮的早市里面，所以它生意非常之好。我在排队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它的生意好了。第一个是它的羹看起来非常的好吃，香味非常的够，再来就是在地人来排队的时候，一个人手上没有带10包是不会走的。他们很夸张哎，来这家店有个小技巧，因为我刚偷发现每个在地人都是先电话打。我跟你讲，这家不好。为什么？因为他今天把电话拿起来了。我们一到现场的时候，前面已经排了10几20个人呢，超夸张的，那味道超香，而且他们家的菜单非常简单，就只有小碗、大碗跟卤蛋。然后面有3种可以让你选，一个是油面，然后一个是米粉，另外一个是意面。我们今天点的就是意面，因为大家说他们的意面很好吃，你们看就是这么 Q， 看起来超 Q 的。我要先吃，我要先吃了。真的好吃，因为我刚刚在拍之前，我在拍 B roll的时候，我已经自己偷吃一口了。它的意面好吃之外，它的羹，一般你吃这种香菇肉羹，可能都会觉得哦好勾哦，或者是好甜哦。他们家不会，他们家就是里面的鲜甜味是淡淡的香菇鲜甜味跟肉羹。还有柴鱼，它的柴鱼汤底味道非常的浓，它的羹看起来割了，但是其实吃起来是非常清甜的，清爽，对，非常清甜的，我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它跟我一般在路边买的肉羹面完全不一样，因为平常肉羹面你会觉得好像太白粉勾很多，没错，然后放冷了就会割一团在那里。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刚好扒在面上，顺的吸下去，很好吃，而且他们家叫香菇肉羹，对不对？他们的香菇不会很重，它就是这样淡淡的。他有针对我们这种就是怕香菇的人，他故意把香菇的那个存在感稍微剥夺，但是又留下香菇的香气。它就是香菇的感觉，这么淡薄，有没有？这么淡薄。所以如果你是怕吃香菇的，完全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一碗完全不会让你感觉。我个人吃下去的时候，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我是一个很讨厌香菇的人，但是它的肉羹就是这样子，比较小块，比较小块的。有没有？它的肉羹是属于加巴派的啊。
你如果是怕吃那种粉浆很多的，在他们家你完全就不用担心，因为你不会感觉到太多粉的存在，很好吃哎。我个人对于这个肉羹是给一个蛮高的评价。第一个就是它的汤本身的那个柴鱼风味非常的清甜，再来就是它的面也是现煮的，然后意面也是手工的那种，所以是 Q 弹有劲的。再来就是肉羹的部分，虽然说比较小块一点，但是整个肉的扎实度跟整个风味上都是非常的完美的。最后提醒大家，他们家的店门口那边有放了辣油跟黑醋，不要客气。一定要加一点黑醋跟辣油，最刚好这一碗就会 perfect。我个人吃羹是一定要自己再加一点无醋的哈。辣油。大寮人气餐厅258大餐厅，是大餐厅吧？难怪念那么顺，原来是看后面就可以看得到。这一间呢，它是在市区，大寮市区，可是它的外表你绝对不会想象它是一个人气商店，因为它的外表就跟一般的小吃店没有两样。他们家没有内用，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外带或者是叫胖大。我本来以为它是一间学生店，我本来没有抱持太大期待，结果我现在看到这一碗，这个蛋真的有点东西哎。我今天点的可是隐藏版的点法，我点了他们的人气腿部饭，再加上这个蛋香蛋。它这个就是导游能啊，没错，而且它的导游能不是炒好放在那里哦，店家说他们都是现炒的。哦，所以你刚刚去它现炒哦？没错，而且它是甩锅哦，它刚这样。哦，这个一定好吃的啊！我傻眼呢。然后他们家的腿裤饭很简单，就是会有笋干跟另外一个配菜。我的腿裤，刚刚夹腿裤的时候，老板会问你说肥的可以吗 ？Of course， 肥的一定要啊！我刚刚看到这一块的时候，心都化开了。你有没有看到？对，这一块一夹就这样化开了哦，好肥哦！来，我吸一口。他们家的肥肉卤的超级入味，那个软趴趴的口感真的好 Q 好嫩哦。他们家的腿裤你已经没有觉得你在吃肥肉了，你在吃果冻，对，就是这么嫩。我觉得蛋香蛋也很赞。蛋香蛋吗？就是非常传统的那个酱油炒蛋，很像自己家里手炒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学生很爱的店呢，因为它的一个单纯的蛋香饭一碗才60块而已。如果你不想吃腿裤的话，你也可以选蛋香饭。蛋香饭配菜是一样的，就是2样菜，我觉得很传统味，很古早味。这个控麻也是家里的那种阿嬷的味道。这一碗难怪大家会大推。你如果喜欢吃酱油香气的料理，你来他们家点腿裤点蛋香饭。没错，超好吃，这个蛋香蛋好吃。大寮人绝对不可能不知道的龙芳饼店，这一间龙芳饼店呢，是号称非常多高雄人嫁娶女儿、娶媳妇要做大饼。肯定会首选他们家。我一开始其实是要来买他们的肉包，据说它的肉包是非常的好吃。可是我刚刚在柜台看到那个蒸笼空空的，我就冲过去问姐姐：“请问一下，你们肉包有卖吗？”她说：“每天限量2点开卖，2点台风就来了啦。”我买不到，她说只能买冷冻回去自己吹，所以我就决定买他们家的大饼。他们家的大饼非常的贴心，你以为大饼都是一整盒，对不对 ？No， 他们家有切片、切块装的，跟他波士顿派的。没错，而且它一片这样子25块。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方便，我每一种口味都想要吃一个的话，我就直接买这种切片装的，很赞。而且也不贵。在他们家呢，大饼你一定要买的一个口味就是我现在手上这个白雪酥。其实我本人是一个很怕杏仁味的人，市面上的白雪酥呢，通通都有杏仁味，他们家就是没有。那时候朋友请我吃的时候，我就很好吃。你什么时候吃过啊？我都没吃过。因为我们办公室很喜欢分享大饼，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吃大饼的传统女子，好不好？你们知道我吃大饼最喜欢吃的部分是哪里吗？尖尖的那里。特爱吃后面这一块，好怪，就跟披萨一样，我非常喜欢吃后面这一块跟底部，因为它的底部跟后面呢，就是会烤的比较微焦微酥。像凤梨酥，我也只喜欢吃边边，它的边边会有一种
香香酥酥的口感。这个白雪酥就是一个乳香炸弹，一入口进去，你很像在吃炼乳块，你知道吗？牛奶糖炼乳块那种甜甜的口感，但是它的甜度我觉得不会到非常大饼的死甜，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你如果很喜欢吃奶香味的制品，你就要来吃吃看他们的白雪酥。芋泥 Q 饼来喽，各位，在他们家就是有这种非常多的传统口味，什么芋泥 Q 饼啊、地瓜 Q 饼啊、抹茶 Q 饼啊，各种 Q 饼给你选。他们家就是这样厚厚一层麻糬，你敢有看到厚厚一层麻糬呀，各位。我以为它上面这一层是不能吃的。你没吃过传统月饼是不是？我没有在吃传统月饼。这个就是传统饼，然后会盖一个红红的章啊，那个都是可食用的色素。虽然说这种 Q 饼的皮啊，不是我最爱吃的大饼种类，因为我喜欢吃像状元饼那种酥酥的表皮。它这种表层就是比较像传统月饼，可是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就是它的麻糬，它的麻糬很 Q， 不会到很干很难咬。但是保有它的那种端端端的味道。他们家吃到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甜度都大概6、7分甜而已，没有到很死甜。所以如果你是怕吃那种传统饼店很甜的那一种，你来他们家买饼，你不用担心，是好吃的。只是它的表现，我觉得就是正常表现。如果有来大寮这一区啊，你想找饼店的话，龙芳饼店我觉得还不错，老字号啦哦，口味很多，选择很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大寮美食，希望你们今天都看得非常开心。如果有什么大寮美食我这次没吃到的，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次再来补齐。但是因为现在外面风雨真的太大，台风要来了，我们要回家避难哦，快逃啊！赶快走，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快逃啊！你造哦！台风要来喽！回家喽！